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香酷酷。现在是北京时间2025年7月21日的晚间7点整。今天酷酷这期视频想聊3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最近有一个谣言，希望大家在这个事情还没有被官方通报、被证实之前，保持一定的理性，有一定的耐心。我们没有必要说在这个时候被扣上造谣和传谣的帽子。然后也希望各位一线工作人员，无论是什么行业的，在遭遇到一些事情以后，还是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去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是提出自己的诉求吧，没有必要去走极端。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今天刚刚发布的朝鲜日报刊登的这个济州航空737空难的最新进展。韩国航空和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在中期报告中得出结论，去年12月在雾安国际机场发生的济州航空坠机事件，造成了179人死亡的这起空难，是由于飞行员关错了发动机。大概的过程就是这架飞机在着陆过程当中发生了了机，然后这个鸭子或者是雁吧，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禽类，2只，在残骸当中是看到的，撞到了他们的右发。但是呢，这个飞行员在处置的过程当中，他错误的关闭了左发，因为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程序当中是要求要保护发动机的，是要关闭发动机的，但是要有一个正常的机组的交叉检查，它可能是没有好的交叉检查，或者说交叉检查还是出错了，他们把左边的这个好的发动机，或者说是还有动力的发动机给关闭了，就导致了2台发动机的失效。其实你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它的这个右发哪怕是被了机，其实还是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动力的，不会说完全的失效，除非是火警火警的话是有很大的这个可能，它没有推力了。但是对于这种了机来说，只要不是特别的严重它还是会保留一部分的动力的。所以它这个情况应该是在着陆的过程当中了机复飞，然后错误的做了这个关发，导致了这个机组非常着急，非常的煎熬，以至于忘记了把轮给放下来。就虽然说这个哪怕它是2台发动机全部失效都关掉了，它也是可以通过重力放轮的，他们没有完成这个重力放轮的程序，直接落地，然后是撞到了这个混凝土的土坡，导致了飞机的这个爆炸，这是一个完整的事情。然后这一起空难的归因就是归到了飞行员错误的关闭了发动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还好他没有把这个原因归结到之前有一些大的航空博主所强调的这个混凝土堆，因为只要是飞过多一些机场都会知道，绝大多数的机场它都没有一个让你在冲出跑道以后还有个几千米的安全的机腹迫降的距离，是不会有的。就拿我们国家举例，几个大型的这个机场，它都没有说能让你安全的在滑行几千米，是没有的。要么是海，要么是土坡，要么是这个悬崖，对吧？要么是那种大的池塘。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任何的障碍物，任何的凸起都会导致这个飞机产生爆炸或者是解体。然后在这一个雾安机场，哪怕没有这个混凝土土堆，它后面还是有混凝土的墙，再往后呢是建筑物，是有很多人居住的这种度假酒店也好，房子也好，公路也好，汽车也好，就是它的这一起事件，它的这个着陆的技术已经是过了跑道的中圈在落地，哪怕它是一个正常的飞机，它都不可能说是一个好的操作。所以很多人所扯淡的这个是一个完美的迫降，首先这是不成立的，其次这个迫降本身它可以避免，再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发动机是有很多道程序都能避免它关错的，就这是一个完全的人为原因，飞行员所导致的空难，这个是毋庸置疑，没有任何好聊的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大家在此之前把这个社会的舆论，把网络的这个暴力都指向了这个混凝土堆，导致了它的主要的负责人一个设计者的自杀，导致了很多
更不好的事情，也导致了现在的这个空难公布原因之后，很多家属在那边闹事儿，这就是因为错误的归因，或者说是不讲科学道理的一种思维吧，才会引起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这种问题。就首先第一点，如果这个混凝土堆它是违规的建造，就是本身按照法规和法律它不应该是混凝土堆，那么它有问题，这是没有任何毛病的，对不对？但是呢，它存在在这儿，它是不是符合现今的法律和法规？如果符合，那为什么要网络暴力以至于一个人的死亡呢？这个是我不太能理解的问题，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或者说一切的原因，都来源于飞行员的盲目蛮干，对吧？就是他有更好的机场的选择，本身雾安机场它当天是存在一些缺失的，它在它的通知通告里面都是有公布的，包括这个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在他们的航图里面也是一直客观存在，是每一个飞行员飞这个机场都应该掌握和了解的，对吧？而且也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规定说我们的这个跑道末端的几千米都应该是一个安全无障碍的一个状态，这本身是不可能的。其次，这是没有的要求，就是大家拿一些道德的判断去强加在这个空难的事情上面，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没有办法避免说这种飞行员盲目蛮干导致的空难，对吧？它其实是不搭嘎的。就是对于这一起空难而言，这个混凝土堆在这儿反而是避免了更多无辜人受伤害，这是事实。然后再聊这个我想聊的第三件事情吧，就是关于印度空难的。就是我在上期视频当中有聊到，就是我个人是不赞成某一位大家觉得很专业的这个飞行博主的这个推断，他觉得是芯片的问题。我个人在我的上期视频有聊到为什么不会是芯片的问题，然后我在这边还是想再强调一下，就是在目前的民航发展看来，绝大多数的空难其实是人的原因，就是人、机、环，这是安全的三要素，人员、飞机和环境。目前来说，如果是因为环境导致的问题，那也是人进的这个环境，对吧？是人的决策和判断，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放行牵派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现在绝大多数的问题其实都是来源于人。而我们黑匣子思维，为什么世界民航越来越安全，就是因为我们会用黑匣子思维，用每一起的这种事故和空难去推导，去规避未来的风险。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像韩国雾安空难，最重要的就是飞行员不能盲目的蛮干，对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起码要给自己、给机组、给你的搭档留一些判断和决策和证实的这个机会。无论你是空军飞行员也好，你是一个小的副驾驶也好，大家都要平等的，都要把对方当作是一个搭档，而不是说领导上司或者是一个小学员，对吧？大家既然作为双人制机组在一起搭飞，那就是要共同的保障这架飞机的安全，对吧？双人制机组嘛，就是这么设计的。虽然说有些人他能力绝对可以是一个人飞一架飞机，他可以 solo， 但是呢，对于航班生产来说，还是要有一定的敬畏之心，这样才能避免很多别的问题。然后对于每一起空难，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分析它的一些原因，也去发现一些可能跟这起空难不相干但是有关联的这种事情。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混凝土堆有一些建议，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把这个主要原因，或者是把这个网络暴力、把社会舆论都引导到这个其实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面，我觉得那就很扯淡了，对吧？你如果说我们建议能不能尽可能的把跑道末端变得更安全、更可靠，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说这起空难是因为这个导致的，没有这个东西就可能好了，那是扯淡，对吧？主要原因是飞行员的盲目蛮干，或者说唯一的原因就是飞行员的盲目蛮干，他不装这个他也得装那个。没有任何一个机场是可以满足大家的就是之前的那种要求的，没有一个机场在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连轮都没有放下来的情况下，机腹迫降，他撞到任何东西高速的情况下他都会解体，都会爆炸。然后
再想补充的就是对于印度空难，就我个人的判断是飞行员因为懵，对吧？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劳务的一个状态，导致了他在起飞的关键阶段错误的误关了2台发动机。就很多人跟我抬杠说关1台可能是误关，怎么会是关2台？对于飞行员来说，对于一个飞的时间长的飞行员来说，他关发动机都是一个肌肉动作，就是关1个之后关第2个，这是一个肌肉记忆。就起码对于我所认知到的这几千个飞行员来说都是肌肉记忆，因为我们关车就真的是接着关，对吧？在你关到的那一瞬间，你的肌肉记忆就会被激活，对吧？这只是一种可能啊，肌肉记忆它在一个比较懵的状态，因为当天的温度比较高，对吧？飞行员可能是被太阳晒得有点懵，中暑了，头有点昏，对吧？或者说他之前得了新冠之后一直有这个劳务的症状，或者说他这个岁数大了，他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迹象。我个人判断，在刚起飞应该收轮的这个阶段，他关发绝大多数是因为懵，或者是脑雾，或者是一些就是客观的原因，导致了他进入了一种没有办法有很好情景意识的一个状态。我个人不觉得他是有主观的这种恶意的，因为这样太憋屈太低级。无论他是有抑郁也好，他是有这种想报复社会的这样情绪也好，这都是最不好的选择。他有很多别的方法，哪怕是他动这个操纵杆，他都有无数的选择。就是这样的选择是真的，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当然这也是我的想法，就像我一直说，人是会犯错的，机器是会犯错的，包括程序也是会犯错的，所以我说的当然也可能是错的。从来都没有说我要把我的想法强加给谁。我这边也是想提醒大家，再权威的人士他都会有犯错的时候，越是独断越是肯定他的想法是无比正确的这样的人，大家越应该警惕。就如果都变成了鹦鹉学舌，说谁谁谁说的，我个人觉得这就很可悲了。首先你要去了解他的这个背景，对吧？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学历，他是什么样一个专业背景，飞行到底是一个技术工种还是一个这种学术型的工种，对不对？存不存在就是说我哪怕飞了几万个小时，也是有很多短板，也是有很多欠缺的，对不对？就是不要太极端化，无论任何事情。当然我也只是分享给愿意听我说话的这些小伙伴，这些傻子们他们怎么想的其实跟我也无关。本期视频就先到这样吧，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一些想法。最近是转地面岗了，然后也挺忙的，去到了另外一个部门，然后也学习了很多东西，感受到了他们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个人觉得真的民航的一线员工真的是有很多可以被改进的这个地方，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说我们的休息期，都是有很多需要被改进的地方的。我这边也是提一个建议吧，就希望中国民航可以给一线的地勤空勤人员把他们的这个劳动报酬不要按飞行时间，不要按工作时间去算，可以改成执勤时间。就这个可以避免很多额外的这种衍生的问题，而且他们是值得的。就这个绝对不是降本增效应该降的东西，执勤时间才是真正每一位一线人员他们工作的时间。那就先这样吧，改天再聊具体的别的想法，拜拜。